咱们30岁的男人有一个被动天赋，就是精打细算，只要下池子抽卡就会发动。所以这一期呢，就来分享一下混池的抽卡思路。那么在聊抽卡之前，先要说2个概念，这个是我长期观察玩家抽卡行为以后得出的2类不同的抽卡人群。一类呢是目标锚定型，一类是资源锚定型。目标锚定型的抽卡就是更注重自己目标的达成，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角色或者角色的命座抽到手。比如说大家都推荐龙王的一命，那么我所有的原石就会拿去抽，直到我抽到为止。如果原石不够，就会选择能力范围内的氪金。而资源锚定型呢，更注重的是自身资源的开销情况。比如说我拿出固定的原石数量去抽角色，出就出，不出就算了。重点是让自己的原石或者说手里的零花钱保证在一个健康可持续的状态里。那么为什么要说这2类人呢？因为这2种不同的抽卡风格在混池里的收益是不同的。混池在机制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大保底不继承。比如我抽阿贝多用了90抽歪了，又垫了50抽，这个时候原石用完了，角色还没有出。如果是常规卡池，那么这50抽可以作为下一期卡池大保底的垫子，玩家只要再花40抽就必出当期 UP 的角色。而在混池中呢，这50抽只能作为小保底的垫子，再花40抽依然有可能会歪其他角色。所以混池垫池子的收益是不连续的，它就更适合目标锚定型抽卡风格的玩家，也就是我看准了这个角色或者武器，我就一定要拿到手的玩家。这就是混池最宏观的抽卡思路，也就是下定决心再出手。那么在确定了这个宏观思路之后，我们再细分到角色和武器的抽取选择上。抽角色通常可以分为2类人，一类是强度主导型，另一类呢是XP或者说图鉴收集主导型。先看这次的混池，角色强度并不高，那么就适合XP厨子下池子。而在未来，如果强势的角色进到了卡池中，那就适合强度玩家去补命座。但是呢，由于一个角色 UP 过3次才有进卡池的资格，所以至少需要1年半的时间。比如说夜兰 2.7、3.4、4.0 从2022年的6月至今，那么在这1年半甚至更久的时间里，原神强度格局的变化其实是比较大的。所以所谓的适合强度玩家补命座，更精准的表达应该是适合强度较低的强度党，在不缺资源的情况下去快速的获得强度。那么这类玩家通常是新玩家而不是老玩家，所以抽角色适合新玩家去快速的构建起自己的账号强度，适合厨子和收集党去补齐角色，适合有自己目标的老玩家去补命座。而抽武器呢，是一个实打实的强度项选择。在混池中，武器是180抽必出自己想要的武器，那相比常规的武器池会少60抽。当然有的玩家会想，在常规武器池中抽武器有几率获得另一把 UP 的限定武器，那么我用我蹩脚的数学计算了2次抽卡都出限定5星的概率，常规武器池是 56.25%， 混池呢是 40%。如果是3次抽卡至少有2把限定5星的概率，常规武器池是 70%， 混池是 84%。 如果是3次抽卡中至少2把都是自己想要的武器，常规武器池是 25%， 混池则高达 75%。 也就是说，混池单次获得限定武器的概率虽然是低于常规武器池的，但混池的定轨就1次，所以稳定性更强，抽得多了反而更划算一点。那这就反过来验证了我们上面分析的最宏观的思路，下定决心再出手。所以抽武器比较适合已经有一定账号强度但缺少5星武器的玩家，通过选择抽武器，用更少的原石、更高的确定性去提升账号的强度。当然 XP 党补一个外观毕业也是没什么问题。那么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如果玩家的抽卡风格是目标锚定的类型，那么下混池的收益是最大的。老玩家更适合选择武器，用确定性换强度提升。新玩家呢，更适合混池中有强势老角色的情况，除了能获得强势的角色外，还有机会获得其他限定5星。而 XP 和图鉴收集的玩家就根据卡池中角色的情况进行决定。而对于资源锚定型的玩家，下混池就需要对自己后续的抽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当处在大版本开端的时候，会有新的主 C、新的神在排队 UP， 这个时候呢就不太适合下池子。只有在大版本的末尾，剩余角色能够量化的情况里，才能较好的去衡量自己的抽卡资源。比如当下在1000只 UP 之后，已知的角色还有克洛琳德、仆人、西格文，那么原石的安排就比较清晰，排除掉抽这些角色需要用到的原石，计算剩余的数量，
再看是否足够去混池里获得些什么。好的，那么本期关于混池的抽卡思路呢，就分享到这里。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